这是死亡之峰，已有数不清的登山者在这座山脉中永远消失。这里的死亡率高得令人胆寒，生与死的界限仿佛只在一线之间。他们挑战的不仅是极限的高度，更是大自然的无情法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活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座山既是梦想的巅峰，也是噩梦的终点。本期将带你攀登珠穆朗玛峰，旅途道阻且长，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珠穆朗玛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跨越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边界，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山峰，海拔8848.86米。这一高度经2020年中医联合测量得出，标志着官方确认了最新的峰顶高度。在大约2亿年前，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所在的区域曾是特提斯洋的海底，之后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与挤压，这一碰撞推动了山脉的不断上升，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珠穆朗玛峰。直至现在，这个过程仍在进行。珠峰每年仍以大约4毫米的速度上升。珠峰地区气候极其严酷，海拔超过8000米的区域被称为死亡区，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的30%，温度可降至零下60度。暴风雪、强风和低氧环境是攀登者常见挑战。低海拔地区的植被主要是寒带草甸，但随着海拔增加，植被几乎消失，8000米以上几乎没有生命迹象。19世纪中期，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施考特·华乌主导的测量活动中，确认了珠穆朗玛峰为世界最高峰，当时将其命名为埃弗勒斯峰。1921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首次珠峰探险队，目的是从北坡中国西藏一侧寻找可行的攀登路线。虽然这一探险未能登顶，但对珠峰地理进行了详细测绘。1953年5月29日，来自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通过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成为历史上首次成功征服珠穆朗玛峰的人类。珠穆朗玛峰自古以来被当地人视为神圣之地，但在人类探险和攀登历史上，它是无数探险家的梦想之巅。那么攀登珠峰到底有多难？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路线主要分为2条主线，南坡路线尼泊尔一侧和北坡路线中国西藏一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极少数人挑战的技术性线路。南坡路线尼泊尔，大本营海拔5364米，位于尼泊尔的昆布冰川脚下，通常在春季和秋季设立。昆布冰川，这是南坡路线的第一个大障碍。昆布冰川由巨大的冰块组成，攀登时极度危险，冰块经常发生移动或坍塌，因此需要使用梯子和绳索来通过。昆布冰川是南坡路线中最具挑战和危险的部分之一。营地一海拔约6065米，位于昆布冰川顶部，之后进入西凹谷。营地2海拔约6500米，位于西凹谷，通常是后勤支持的中心。营地3海拔约7200米，位于洛子峰之上，攀登者需要使用固定绳索通过这段陡峭的冰雪坡。营地4海拔约7950米，也被称为南凹，这是南坡路线进入死亡区的起点，登山者通常从这里出发冲顶。希拉里台阶海拔约8760米，在通往峰顶的最后一段路上有一个技术难点，是一段12米高的岩壁。经过2015年地震，这一台阶可能发生了变形，但它仍然是攀登中的重要地标。峰顶8848.86米。最后一段攀登常常风力强劲，气温极低，空气稀薄。冲顶通常在凌晨进行，以尽量避开午后的暴风雪。特点：南坡是最常用、最商业化的路线，每年有数百名登山者使用此路线，并且拥有较为完备的后勤服务。夏尔巴向导和高山协作团队常常陪伴登山者。优点是攀登经验丰富的团队和向导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劣势是拥堵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在登顶季节。北坡路线中国西藏，北坡路线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进入，1950年代至1980年代基本是唯一可用的攀登路线，因其历史的悠久且更加技术性而闻名。大本营海拔5150米，位于西藏的绒布寺附近，距离珠峰较近，提供了更好的车辆和装备运输条件。中间营地海拔6400米，从大本营出发，登山者经过一段相对平坦的路线到达中间营地。北凹海拔7028米，这是北坡最关键的技术难点之一，必须使用绳索攀登。营地3海拔约7700米，通常被称为北凹上方营地，攀登者在这里准备冲顶。营地4海拔8300米，位于死亡区内，是冲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峰顶从营地4出发，海拔约8610米，这是一段陡峭的岩石，需要使用梯子或固定绳索。
登山者最后需要通过第3台阶到达峰顶。其他技术性路线除了南坡和北坡这2条常规路线外，还有一些技术性难度更大的登山路线，这些路线较少使用，仅限于专业登山者挑战，如1979年由南斯拉夫登山队开辟的西壁路线西侧之路，1983年由美国探险家卡洛斯·布勒首次登顶的东壁路线，因攀登过程中包含了大量冰雪和岩壁的组合，被认为是登山界的顶级挑战之一，对于任何人都极具挑战，特别是在接近顶峰的希拉里台阶，这是一个近乎垂直的岩壁，攀登者不仅需要良好的攀岩技巧，还必须克服零下40度的低温，每小时160公里的风速和海平面30%的含氧量。根据统计数据，从1922年首次尝试攀登珠峰至今，大约有1万多人尝试登顶，死亡人数在320至350人之间，这意味着总体死亡率约为3%至4%。而且历史数据显示，死亡风险最高的时段通常是在成功登顶之后的下山途中，原因包括体力耗尽、天气突变、氧气不足等。由于珠穆朗玛峰的极端环境，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无法运送下山，他们通常留在山上。珠峰上有一些著名的遇难者遗体，长期留在原地，成为了登山过程中熟悉的地标。例如，著名的绿色靴子遗体位于北坡的登顶路线附近。因此，攀登珠峰并非易事，这是一场对身体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全面考验。只有经过长期、系统的训练和准备后，普通人才能够安全完成。这一切首先建立在极高的身体素质的前提下。攀登珠峰需要卓越的心肺耐力、高海拔适应能力和丰富的高山攀登经验。冰雪行走、冰壁攀爬、防寒以及高海拔生存技术都是必备技能。除这些基本前提外，你还要面临无法绕开的高额攀登费用。登山许可证，尼泊尔南坡约11000美元，中国北坡约7000美元。商业登山公司，这些公司负责组织攀登、后勤支持、夏尔巴向导、氧气供应、医疗服务等，根据不同的服务标准，费用有所差异。普通团队约35000美元至7万美元。高端私人服务约7万美元至10万美元。装备费用，珠峰攀登需要高质量的专业装备，包括防寒衣物、靴子、冰爪、氧气瓶、帐篷等。装备费用通常在8000到1万美元左右。保险，面对攀登珠峰这样极具风险的活动，通常需要购买高海拔登山保险，约800到1500美元。旅行与高海拔适应训练费用，攀登珠峰之前，通常需要进行多次高海拔适应训练。参加其他较低海拔山峰的攀登活动，以及前往攀登目的地的旅行费用，保守估计约5000至15000美元。因此，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基础费用约为6万至13万美元。私人定制攀登服务可达18万美元，约合40万至120万元人民币。当一切准备妥当，摆在你面前的即是持续6至8周左右的登峰。前期准备，从尼泊尔或西藏徒步至大本营，适应海拔与整理装备，耗费1至2周。高海拔适应，逐步从大本营向前方的几个高海拔营地移动。在这个过程中，登山者通常会从大本营到各个营地来回攀爬几次，逐步提高海拔以适应更高的高度，耗费3至4周。顶峰冲刺，在适应过程完成后，通常会在冲顶前营地等待理想天气，然后向山顶发起冲击。登顶后下撤到较低营地，整个过程需要3至7天时间。返回和撤离，登山者通常需要花费数天时间返回到大本营，再从大本营撤离返回登山起点，耗时1至2周。自此，你已完成整个珠峰的攀登。珠穆朗玛峰不仅是地理学上的奇迹，也承载着人类无数关于勇气、探索和极限的故事。自人类首次踏上珠穆朗玛峰以来，这座世界最高峰便成为了冒险与探索精神的象征。新西兰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洛尔盖的成功登顶，揭开了人类征服珠峰的序幕。珠峰并不是一座轻易屈服的山峰，它的极端气候、致命的高海拔和险峻的地形，使得每一次攀登都成为一场生死较量。攀登珠峰的历史不仅仅是征服自然的故事，更是人类毅力与勇气的终极考验。如果你也对人类边界的拓展充满热血，欢迎点赞、订阅，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继续追踪人类探索进程的每一步。这里是 ZEWEST 博士，用视觉解码属于人类的浪漫。我们下次探索之旅再见。